只有1200，38年啊，从学徒娃干到8级天宫，最后就这么点儿。赵卫国同志，现在厂里效益不好，退销金都这标准，你可别嫌少啊。嫌少有用吗？可我回去怎么跟老婆说呀？估计是送快递的扔这儿了，那是秀芬的快递。寄件人陵园服务部，他怎么会跟陵园有来往？福寿园双人墓穴购买确认书，第一使用人张秀芬，那第二李建国，竟然是他！我脑海里闪过过往的片段，我怎么会忘了他？秀芬的初恋，相了3年，后来考上学校走了，2人黄了。后来他遇到我，才跟我结了婚。结婚那天晚上，他还哭了，说心里有个坎儿过不去。我当没看见，我忍了，我认了。怒火瞬间冲昏了头脑，他们现在还要合葬在一起，还要合葬！一股怒火直冲头顶。张秀芬，你给我出来！这屋里面麻将声震天的响。砰！哎呦，我这手气，快打快打！秀芬姐就等你这张牌呢。客厅里烟雾缭绕，4个女人围坐成一桌。张秀芬坐北朝南，眯着眼睛，手里捏着张牌，正往桌子上拍。她看见我进来，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回来了，可算回来了，赶紧做饭去吧，我们都饿了。我盯着她，她等了一会儿，见我不动事儿，抬起头来。你聋了？做饭去！我把那张纸直接拍在她面前的麻将桌上。张秀芬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张秀芬低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登时变了。旁边的卷毛女人伸头想要瞅，这啥东西啊？秀芬姐，没你事儿。张秀芬一把把纸抢过去，3两下揉成团塞进兜里，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里还冒着。你还翻我的东西了？就在门口我捡着的。捡着了你就拆，你凭什么拆我的东西？她站起来，叉着腰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赵卫国，你出息了是吧？还敢翻我的东西？我让你翻了吗？你甭说那么多废话，你告诉我，李建国是谁？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了，剩下那3个女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手里的牌都顾不上摸了。张秀芬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她咬着牙不肯说话。我怒了，我问你，李建国是谁？你喊什么？她冲着我吼。李建国是谁你不知道啊？我跟你结婚之前处过对象那个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俩买墓地干什么？你俩还要合葬？那是我的事儿，你问这么多干嘛？你是我老婆，张秀芬，你跟别人买墓地合葬，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，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儿吗？张秀芬微微一愣，冷笑地看着我。我是你老婆？她上下打量我一眼。赵卫国啊，你娶了我很得意是吧？就在这时，她眼尖地看到我怀里还揣着个信封，那是我装着退休金核定通知单的信封。她一把抢过来。这是什么？我想躲都没躲开，她将里面的纸抽出来，展开扫了一眼，然后就笑了。1200。她把那张纸举起来，对着麻将桌上那几个女人抖了抖。你们快看看啊，快来看看，赵卫国8级钳工，在厂子里干了38年，退休金才1200，你好意思吗？赵卫国。那个卷毛女人捂着嘴。哎呀，老赵啊，你这退休金是不是有点太少了？张秀芬的声音尖锐。老王1个月8000多，你才1200。她叉着腰，声音越来越尖。我养一条狗，看家护院还值这个价呢，你呢？你就会吃，就会说，就会翻我的东西。我一时语塞。你什么你？她把那张纸砸在我脸上。1200，你拿回来1200还想跟我论理？你也配呀？赵卫国，你睁开眼看看你自己。她往前走一步，手指头快戳到我鼻子上。你1个月挣1200，这么好的房子，天天还想着我伺候你，你有什么脸在这跟我嚷嚷？还有李建国，人家可是高工退休，1个月1万多呢，人家儿子也很有本事，人家还对我好，这辈子都惦记着我。我死了想跟谁买一块就跟谁买一块，我这辈子跟你那是嫁错人瞎了眼了，你还想管着我死了的事儿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。她咬着牙根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我死了想跟谁买一块就跟谁买一块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张秀芬，我是你的男人。我怒吼。你是我男人。她笑了，甚至捂着肚子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赵卫国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她一把抓起茶几上的信封。1200。她晃着那个信封。你1个月1200，也配当男人？这时候，那3个女人站起来往外走。那什么，秀芬姐，我们先走了。站住！张秀芬喊住他们，指着我说：你们倒是评评理呀！我跟他38年，我对他不好吗？他今儿翻我的东西，还当着这么多人吼我，他拿1200的退休金，还有脸回来吼我呀？那个卷毛女人看看我，撇了撇嘴。
老赵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秀芬姐多好的人呀，就是1200确实少了点，这厂里也不给涨一涨。那仨女人走到门口，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很是不解地摇了摇头。门一关上，屋里面就剩我和张秀芬了。张秀芬胸口一起一伏地盯着我。滚！什么？我愣住。滚！她指着门口，拿着你的1200，像狗一样给我滚出去！张秀芬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太好笑了！赵卫国，我可一点都不过分，就会跟我嚷嚷。我现在养条狗，一个月花不了1200，拿着你的钱，滚出我的房子！你说什么？这房子是你的？对呀，这房子现在就是我张秀芬的名儿。他冲进卧室，拿出一个房产证，拍在茶几上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户主写的是张秀芬的名字，我差点忘了。那年他说单位要统计家庭信息，让我签字，说就是走个形式，我连看都没看，大笔一挥就签了。我对他极其信任，总想着一家人有什么好算计的，可现在我终于知道我犯傻了。他冷笑地盯着我，想起来了没有？你亲笔签的字，同意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。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那一天很温柔，做了几个菜，说辛苦我了这些年，还说房子写谁名不一样，我们是夫妻。我当时就签了，房子是我一块钱一块钱挣的。当年买这套房，我白天在厂里干活，晚上去火车站卸货，一袋水泥2毛钱，扛了1万多袋。可他呢，他就签了个字儿，房子成他的了。这房子明明是我挣的。我颤抖着声音说：你挣的。张秀芬笑了，你挣的怎么写我的名儿？你挣的怎么你签字同意过户的？赵卫国，你自己签的字，白纸黑字，法律都认，你现在不认了？我说不出话，2条腿都软。明天早上之前，你要是还在这屋里，我就报警把你轰出去。他推开卧室门进去，过了一会儿又探出头。对了，你不是都看见了那个墓地吗？我告诉你，那是我跟李建国的。你呀，你以后爱买哪儿买哪儿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不过这1200啊，你连块墓地都买不起，就买个骨灰盒吧，死了都没地方埋。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我站在客厅里，只感觉浑身都往下坠。我打开门，走了出去。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，我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张秀芬的怒骂声：废物！我摸着扶手，一级一级地往下走，走到2楼，腿一软，坐在台阶上。是呀，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。我迷迷糊糊地一直走出小区，走向护城河，走到桥头上。38年了，我在厂里干了38年，最后就落这么一个下场。老婆不是我的，房子也不是我的，连我死了之后埋到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我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，要不是抓住栏杆，我非栽到河里不可。然后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：检测到宿主符合绑定条件，超级技术专家系统激活中，激活成功。宿主赵卫国，原身份8级钳工，38年一线工作经验，技能评估实践经验 S 级，理论知识 B 级，创新思维 A 级。系统任务：帮助宿主重拾技术尊严，登上职业巅峰。我愣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系统提示：宿主无需惊慌，本系统将为您提供最前沿的机械制造技术知识，助您解决各类技术难题。首次绑定奖励，高级机械工程师知识包已发放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意识里就涌进来一堆知识：公差配合、热处理工艺、数控编程、新材料应用。这些东西我干了一辈子，本来就有底子，可现在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，那些模模糊糊搞不懂的原理一下子融会贯通了。我扶着栏杆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就在我震惊之际，桥对面走过来一个巡逻的保安，拿着手电筒照了照我。大爷，这么晚了，您没事吧？我反应过来，揉了揉脸，没事儿，我出来凉快凉快。保安扫了我一眼，点点头，大爷，赶紧回家吧。哎，知道了。保安一走，我脑海里的声音又响了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本地一家机械加工厂招聘技术顾问，建议宿主前往应聘。厂名：振兴机械加工厂，地址是城北工业区18号。招聘岗位：技术顾问，月薪5000元起。我愣了，振兴机械，那地方我倒是知道，是个小作坊，也就10几个人，也就几台破机床，专门给人做零件的。以前我们在大厂看不上的小活都外包给他们。我一个干了38年的大厂，8级钳工，去那种小作坊啊，我怎么有点不得劲呢？系统提示：宿主目前资产18块5元，今晚住宿费用15元，剩余3块5元。我摸了摸，18块5，连个招待所都住不起。算了，小作坊就小作坊吧，能活下去才是硬道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按照地址找到了城北工业区振兴机械的加工厂，在一个破旧的铁门上挂着，透过铁门就能看见里面的2间厂房。还有几台老掉牙的车床，地上全是铁屑和油污。我推门进去，门口蹲着2个年轻的工人，拿着手机抽着烟，一个染了黄毛，一个剃个板寸，看模样也就是20出头。哎，大爷干嘛？黄毛抬起头，纳闷地盯着我。我来应聘的。我说应聘。那个板寸的年轻人上下打量我，有点不可思议。大爷，您这年龄，您是多大了？我58了。58？黄毛笑出声，大爷，您这岁数不在家带孩子，
跑我们这儿来应聘？您这孙子不找你啊？我舔了舔唇，我是专门干车床的，干了38年了。板寸年轻人和黄毛年轻人对视一眼，笑声特别大。38年？这板寸年轻人站起来，绕着我转了一圈。大爷，您知不知道现在的车床都是数控的？您这38年的经验能管用吗？就是呀。那个黄毛接话了。再说了，您这眼神能行吗？别使老花眼了吧，这2毫米都看不清了。我心里憋着一股火，不服气的，我眼神好着呢。行行行，板寸摆了摆手，您等着呗，我叫我们主管来。他转身进了厂房，那黄毛继续蹲在一边玩手机，时不时的还瞥我一眼，嘴里嘟囔着，真是什么人都往这儿跑，真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油腻腻的中年男人从厂房里走出来，40多岁，挺着个啤酒肚，他打量我，就是你？大爷你来应聘的？对，我站直了，我干了一辈子车床，我是8级钳工。8级钳工啊？他挠了挠嘴，大爷，您的8级钳工是哪年的老黄历了？现在谁还看这个呀？他的烟头从嘴角换到了另一边。我技术没有问题的，我坚持。技术？他把烟头扔地上，大爷，您看您这岁数，58了，眼花了，手抖了。我们这虽然是小厂，可也不是养老院呀。方才几个年轻的工人立刻围过来，嘻嘻哈哈的盯着我们。我们这儿要的是能干活的人，不是来养老的，不是养大爷的。他往前走一步，您这岁数，万一在机器上出点什么事，我们还得赔钱。走吧走吧，别耽误我们干活。我咬着牙说道，我可以试，干不好我绝对不要钱。试工？那主管像听了什么笑话？大爷，您拿什么试啊？您的老花眼能把卡尺看清吗？别再给我们这儿干报废了，我们这零件儿一个好几百呢。就是呀，旁边几个工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大爷赶紧回家带孙子去吧，您的技术给您家孙子做点小玩具还行，这活可不是您干的，可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。我的脸红彤彤的厉害，我活了58年，头一次被人这么羞辱。当年在厂里，谁不喊我一声赵师傅？现在被这群小年轻们当猴耍。我攥紧拳头，转身就想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厂房里突然冲出来一个人，满头大汗，手里拿着个零件，脸色发白。王主管，王主管，完了完了！主管皱起眉头，喊什么喊？天塌了，天塌了！有个高的顶着，你叫唤什么？不是不是，那个精密度那个活儿，年轻人喘着气，干废了，又干废了。今儿是第4批。主管脸色一变，一把抢过零件，翻来覆去的看，怎么又废了？让你们按图纸干呢，你们看图纸了没有？真的是按图纸干的。年轻人着急的快要哭了，就是达不到精度，压差2个丝啊，怎么调都不行。主管的脸黑得跟包公一样。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？后天。后天！主管吼起来，你告诉我，现在干废了，后天拿什么交货？年轻人低着头不敢说话。旁边一个老师傅模样的人走过来，接过零件，摇了摇头。王主管，这活儿咱们确实干不了，这精准度要求太高了，咱就这几台破床子，根本达不到他们的要求。那怎么办？主管额头冒汗，这笔订单是厂子好不容易接过来的，要是黄了，违约金就要赔20万，这厂子就完了。你们准备失业呀？大家都沉默了。这年头活是真的不好找，万一厂子倒闭了，他们都得出去喝西北风去。我站在门口，本来想冲出去的，可是又折回来了。让我看看吧，我说。所有人扭头看着我。主管愣了一下，皱着眉头，大爷，您能别添乱了行吗？赶紧走吧。我没搭理他，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过零件，这是一个精密的轴套，不锈钢材质，表面光洁度要求很高。我翻过来看了看端面，又看了看那孔，心里大概有了数。脑子里那个声音响起来，系统分析中，零件类型，精密轴套，材料304，不锈钢，加工难点，内孔公差0.02毫米，表面粗糙度 Ray 0.8，建议变形优化方案采用专用软爪装夹，减少加持变形，分粗精加工，中间释放应力，切削参数建议，转速800，净给0.08。一串信息迅速涌了进来，我抬起头对他们说，这个活儿我能干。大家面面相觑地看着我，主管指着我的鼻子，你能干？大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们这儿干了4批全废了，你看一眼就能干啊？旁边几个工人也跟着叹气，大爷别开玩笑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你眼神行不行啊？我没搭理他们，看着主管说，我能干就能干。主管脸一沉，大爷，我敬您是长辈，刚才说话是难听点，但您别在这儿捣乱，这是厂子生死攸关的事，可真不是您玩的地方。我没玩，我说了我能干，是因为我真的能干。你凭什么呀？主管往前走了一步，凭什么你说能干就能干？你拿什么保证？我拿我38年的技术保证。38年？主管冷笑，你那38年管什么用？数控你会不会？估计你都不会，这活儿就不用数控。我坚持普通的车床就能干。普通车床？主管像听了大笑话，他一拍大腿，我们普通车床干4批全废了。你要是告诉我普通车床能干，我们这儿都是废物呀。就在这时，厂房后面传来一个声音，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呢？一个50来岁的男人走过来，个子不高，穿了一件灰色的夹克，
脸色非常严肃。厂长，主管赶紧迎上去，这老头来应聘，我们不要，他还赖着不走，非要掺和咱们零件的事儿。厂长看了我一眼，皱了皱眉，老人家，我们这儿确实不缺人，星期3回去吧。我不走。我看着厂长，你是厂长是吧？我说了，这批零件我能干。厂长愣了一下，看向主管，主管赶紧说，厂长，你可别听他瞎说，咱们都干了4批都废了，他一个老头连数控都不会，能干得了。旁边那个老师傅也帮腔，厂长，这活精度太高，咱们设备不行，谁来都是白搭。厂长没说话，倒是看着我，你凭什么说你能干呢？凭我干了38年。我坚定地说，凭我是8级钳工。凭？厂长疑惑，我看一眼就知道这东西有问题在哪儿。什么问题？加持变形了。我说，你们用3爪卡盘夹着干，薄壁件一夹就变形，松开就反弹，永远干不好。厂长眼睛亮了一下，那你说怎么干？要用软爪。我说，车衣服软爪，内孔按零件外缘配车，贴合面达到80%以上，加持力均匀分布，变形就会变小。厂长像是在思考，主管急了，厂长，您可别听他瞎忽悠，万一干废了，咱们就剩最后一批料了。对啊，老师傅也帮腔，厂长，这可开不得玩笑。厂长最后看着我，老人家，你有把握吗？有。要是干废了呢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干废了我赔。你赔？主管笑了。您拿什么赔？你一个来应聘的，兜里能有钱？我从兜里掏出那张退休证，拍在旁边机器上，这是我38年的退休证。我说，干废了，这儿呀给你，我这辈子就这点脸面呀，在这儿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厂长盯着那张红彤彤的退休证看了很久，最后抬起头看着我，您贵姓？我姓赵。这样，师傅，他说，您来。主管急得厂长。主管插嘴，厂长一摆手打断他。我跟着厂长进了厂房，车床摆在角落里，是老掉牙的普通车床，感觉比我还老呢。导轨上都是油污，手柄磨得发亮，就是这台了。厂长说，赵师傅，您要什么东西，让他们拿。我没说话，走到车床边，打开床头箱看了看，摇了摇各轴的手柄。软爪有吗？有。旁边有工人赶紧去拿，结果软爪装在3爪卡盘上，开机开始车销，铁屑哗哗的流下来。那帮工人围成一圈，站在不远处看着，窃窃私语，这真能行吗？我看悬，咱这床子太老了，他连卡尺都没亮，靠眼睛看，手搓啊。主管站在厂长旁边，小声说，厂长，你是真信他呀？万一真出点啥事儿。厂长瞪了主管一眼，没再说话，盯着我的手。20分钟后，软爪车装好了，我拿过一根毛坯装上去，轻轻摇了摇，纹丝不动，贴合面，严丝合缝。行了，我说，随后就开始加工那个轴套，全凭我的手感。我盯着切削的地方，听着声音，手里微微的调整手柄。厂房非常安静，只有车床转动的声音和铁屑落地的哗啦声。40分钟后，第一个零件加工完毕，我关掉机床，把零件取下来递给厂长。厂长接过零件，翻来覆去的看，拿起旁边的内径1000分尺开始量，量完一头量另一头，量完内孔，量外缘。他的手微微发抖，合格。他的声音嘶哑，这是合格啊，公差0.01以内啊。大家都沉默了，几个工人张大了嘴，真的假的？这床子能出这种精准度啊？方才的技术主管愣在那里，也尴尬的看着我。厂长捧着零件像捧着宝贝，翻来覆去的看，嘴里念叨着，神了，真是遇上神仙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眼眶都红了。赵师傅，这是您怎么做到的呀？我擦了擦手，耸肩，当然是靠技术了。厂长转身对着主管，脸沉下来，王主管，你过来。王主管磨磨蹭蹭的走过来，低着头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厂长怒道，还说人家眼神不行，说人家来养老的，说人家来捣乱。王主管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解释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厂长指着那台破车床，这台床子你干了4批，全废了。人家赵师傅第一次来，干出来的精度就比你高10倍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王主管的头越来越低，赶紧跟人家老师傅道歉。厂长要求。王主管抬起头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赵师傅啊，对不住，我这狗眼看人低，您可别往心里去。您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别跟我这小人一般见识。旁边几个年轻人也都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我没说话，盯着他，他咬咬牙，又说，赵师傅，我是真不知道你有这本事，刚才那些话，您就当我是个屁放了吧。行了，我摆了摆手。王主管如蒙大赦，推到一边。厂长拉着我的手，赵师傅，您会起到我办公室坐。厂长办公室不大，可收拾得非常干净。他给我倒了一杯大红袍，拿着烟来敬。我脸上的笑容是藏都藏不住。您今天来是？我是来应聘的。我说，应聘？厂长眼睛一亮，您真是来找活干的？对，太好了。他一拍大腿，赵师傅，您这样的技术大拿能来我们小厂，那是看得起我们。他想了想，又说，赵师傅，我不跟您玩虚的，您来我们厂做技术总监，月薪12000，管吃管住。那批零件的提成我单独给您算。我微微一愣，
12000，比我退休金高10倍啊！厂长，别叫厂长，你以后叫我老刘就行。他打断我，赵师傅，您这手艺12000我还觉得给少了呢。您是不知道，那批订单要是黄了，我要赔20万，厂子就得关门了。您这是救了我的命，救了我厂子的命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冲着外面喊：“王主管，王主管，快点过来！”王主管小跑着过来，站在门口，去把宿舍最好的那间收拾出来。厂长要求道：“买上2床新被子，再买一套新的洗漱用品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只让赵师傅一个人住。”好嘞，王主管利落地答应着，转身要走。等等，厂长又叫住他：“以后赵师傅是咱们厂的技术总监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听明白了没有？”王主管点头，如捣蒜似的：“明白，明白。赵师傅您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。我叫我一声小王。”王主管走了，厂长就回来，又给我倒了一杯茶。赵师傅，刚才那王主管，哎呀，就是个年轻的小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没文化没眼界，狗眼看人低。你放心，以后要是在厂里谁敢对您不敬，我第一个收拾他。我点点头。这时我脑子里关于系统的声音又响了。系统提示：首战告捷，获得积分800点，积分可兑换高级技能知识、行业、人脉信息、技术专利查询。下一个任务，建议帮助振兴机械厂拿下更多精密订单，扩大行业影响力。我端着茶杯，看向窗外那几间破旧的厂房，还有老掉牙的机床，还有那几个年轻人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，心里面涌上了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很复杂，在振兴机械厂干了2个月，把那几台车床都摸了个透。厂里几个年轻人天天跟在我屁股后转，一口一个赵师傅，教得比亲爹还亲呢。老刘对我那叫一个客气，工资按时发，顿顿有肉，宿舍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的。我知道，光让这小厂子吃饱可不够，我必须让他出名，机会来的比我想象还快。那天老刘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脸上带着兴奋：“赵师傅，市里面要办技能大赛，咱们厂能不能报名？”技能大赛？对啊，全市机械行业技能大赛，每年一次的。老刘搓着手，往年咱们这种小厂报名资格都没有，人家嫌咱们档次低，可今年不一样了，今年放开名额，只要是个厂就能报。我看着他，你想让谁去？那肯定想让您去呀。老刘眼睛发亮，您要是能去，肯定拿名次，拿了名次，咱们厂可就出名了，接大单子就容易了。我想了想，要想让振兴机械厂出名，这确实是个机会，便点了点头。行，我去。老刘高兴的差点蹦起来，当天就给我报了名。比赛那天是个周六，市体育馆搭了几10个工位，各种机床摆得满满当当的，全市几10家机械厂都派了人，有国营大厂，有私营企业，一个个西装革履，人模狗样。我们振兴机械来了，3个人，我、小张还有老刘亲自开车送我们。一进厂就有人指指点点，哎，那是振兴机械厂的人啊，就那个破厂也来了，他们也挺好意思来的。那破厂连个像样的设备都没有，这厂子还没倒闭，那是国家政策好。哎呀，他们就是凑数的，这种比赛年年都有凑数的。小张脸涨得通红，捏着拳头就想上去理论。我按住他：“小张，技术在咱们手里，别搭理他们，好好干活，用名次赢得他们的尊重。”小张咬了咬牙，忍下了怒气：“行，我听你的，赵师傅。”参赛选手陆续进场了，我扫了一眼，大部分是20-30岁的年轻人，有几个40来岁的，像我这种老头儿是全场唯一一个。赵师傅，哎，是您吗？赵师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，我回头一看，愣住了，是老王，当年跟我一起进厂的老王，考了高级技工证，退休金有8000多的老王，他身上穿了一身深蓝色的工装，胸口别着评委牌，笑盈盈地盯着我。老王，你来当评委的？我脸色淡然，是呀。他走过来，眼里头跟看稀罕物似的盯着我。赵师傅，你这是来参赛的呀？对啊，我很淡定，参赛。他笑了，哎呀，赵师傅，您这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参赛？这比赛是年轻人的天下，您这把老骨头可别闪着腰。我怕什么？老骨头在家待着才是没用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压低声音：“听说你被你老婆张秀芬赶出来了？”我心里一紧，这事儿厂里都传遍了。他意味深长地想了想，说：“你拿着退休金回家，发现老婆跟初恋买目的，被赶出家门，净身出户。赵师傅，你说说你，这是晚节不保呀！”我捏着拳头又松开。老王，我今天只是来参加比赛的。比赛？他笑出来了。赵师傅，你拿什么比啊？你那一套都是老黄历了，现在讲究的是数控编程，你那手工活啊，早就过时了。我没搭理他，转身往比赛的位置走。他在后面喊：“赵师傅，好好干啊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我可看好你。”旁边几个年轻的选手也跟着笑。比赛开始了，第一轮是理论考试，我刷刷的就打完了。第一个交卷，老王收卷子的时候还看了我一眼，撇了撇嘴：“老赵，猛的呀。”第二轮是实际操作，加工一个精密零件，限时3小时。我站在那台指定的车床面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系统启动，零件分析中，加工方案生成中，最优参数已确认，
脑子里传来的一大堆信息让我如鱼得水。我拿起毛坯、装家、对刀，开机。整个体育馆里，几十台机床同时轰鸣。我盯着车床，调整着手柄。1个小时后，我第一个完成。老王走了过来，拿着卡尺量了量，脸色变了。他又量了一遍，还是不敢相信，又量了一遍，这才喃喃自语：不可能吧？那个评委说，公差 0.005 以内，表面粗糙度 0.4， 这水平在省里比赛也能拿个完美的名次。另一个评委也点头，这选手是谁？这手艺是30年功夫的铁手艺啊！老王的脸色是相当难看。最终评审结果出来，我拿了第1名。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专家走上来，握着我的手，眼里带着欣赏：赵师傅，你这手艺太厉害了，这是跟谁学的呀？自学的呗。我笑了，干了38年了，慢慢的磨出来了。老专家点点头，38年不容易啊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花38年磨一门手艺了。赵师傅，你是咱们这行的宝贝。老王站在台下，脸都绿了。老刘冲上来一把抱住我：赵师傅，您太牛了，第1名，咱们厂拿了第1。小张他们几个围过来，又笑又跳。老专家走到老王面前，问：这位选手是哪个厂的？老王支支吾吾地说道：振兴机械厂的。振兴机械厂啊？老专家顿了顿，还真没听说过。一个小厂。老王低声说：刚成立没几年。老专家看了他一眼，又看看我，笑了：小厂出大将，这才是咱们这行的希望。比赛结束，老刘非要请我吃饭，我说不用，他死活不依，最后订了个大饭店，说要好好庆祝。饭店是非常的大，金碧辉煌的，门口站着5、6个穿旗袍的迎宾小姐。我这辈子都没有来过这种饭店。老刘他们先去的，还让我慢慢去，不着急，等我参加完颁奖典礼。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刚走到饭店门口，就看见2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张秀芬和李建国。张秀芬穿了一件暗红色的外套，头发烫了卷儿，脸上抹着粉，挽着李建国的胳膊往里走。李建国还是那副金丝眼镜，人模狗样，手里拎着个公文包。就在这时，张秀芬突然回过头来，她看见我了，愣了一下，脸上浮出一个冷笑：赵卫国，是你吗？李建国也回过头来，看见我，嘴角翘了翘。张秀芬松开李建国的胳膊，几步走到我面前：你来这儿干嘛？是来跟踪我的呀？她声音尖利的像老鼠一样。我可没有那么闲。我白了她一眼：你没跟踪我，那你来这儿干嘛？这饭店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吗？一顿饭好几千，你那1200的退休金够吃几顿呀？李建国走过来，站在张秀芬旁边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：秀芬，可别这么说话，赵师傅说不定是来应聘保洁的呢。我听说这饭店招打扫厕所的，1个月也有3000多呢，比他的退休金高。张秀芬一听，捂着嘴笑了：赵师傅。李建国往前一拨：你要真想干保洁，我可是认识这儿的经理，要不帮你介绍一下？不过你眼神不太好，厕所打扫不干净可不行。我冷笑一下：你笑什么呀？张秀芬皱起眉头：没什么，你们继续表演吧。我绕过他们往饭店里走。赵卫国，你给我站住！张秀芬在后面喊。我停下脚步，她追上来挡在我面前：你装什么装？跟踪我还真当自己没什么事儿。我没有跟踪你。我无语地看着张秀芬：那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吃饭。吃饭？太小了，你在这儿吃饭？赵卫国，你清醒清醒吧，你那1200连这儿一盘菜都买不起。李建国也走上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秀芬，算了，跟这种人计较什么？他愿意在门口站着，就让他站着呗，反正咱们继续吃饭。不行！张秀芬激动的：赵卫国，我告诉你，咱俩是没完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。你别以为你在这儿晃悠，我就会心软。我看着他：行，明天就明天，不来的是孙子。他估计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：赵师傅，你可算来了。老刘的声音。回头看到老刘带着小张他们几个从2楼迎出来。老刘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，头发梳的是油光锃亮，脸上的笑都藏不住。赵师傅，等你半天了。老刘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：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包厢都订好了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张秀芬愣了，李建国也傻眼了。老刘这才注意到旁边有人，看了张秀芬一眼，又看看我：赵师傅，这2位是谁啊？不认识。我说不认识。张秀芬反应过来：赵卫国，你说不认识？咱俩结婚38年，你现在说不认识了？老刘皱起眉头，看着张秀芬：这位大姐，您是？我是她老婆。张秀芬指着我的鼻子：她赵卫国的老婆。老刘愣了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他。李建国在旁边插嘴：老刘是吧？我劝你别跟这种人走太近，他1个月退休金才1200，穷的叮当响，可没钱请你吃饭。老刘的脸一下子沉下来：这位。他看着李建国：你说谁穷呢？说谁穷的叮当响？我说他呗。李建国指着我：赵卫国，12001个月，房子都没有，还被老婆赶出来了。闭嘴！老刘打断他，他上前一步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说赵师傅？
我赵师傅是我们振兴机械厂的技术总监。老刘的嗓门突然大起来，我们厂给他月薪12000，刚刚在全市技能大赛里，他还拿了第1名，省里的专家都夸他是行业宝贝。你骂谁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李建国的脸白了，张秀芬张着嘴，小张他们也围上来，个个瞪着眼睛，义愤填膺。就是这个女的。小张指着张秀芬，赵师傅的老婆，还把赵师傅赶出门，听说是跟初恋跑了。另一个工人接话，就是旁边那个戴眼镜的。放屁！一个年轻人啐了一口，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张秀芬的脸色难看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李建国往后退了一步，强撑着说：“你们可别乱来啊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可别动手。”大庭广众怎么了？老刘冷笑：“你刚才还骂赵师傅是扫厕所的，怎么当时不说大庭广众了？”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匆匆走出来：“刘总。”他满脸堆笑：“刘总，怎么站在门口呀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包厢都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。这是饭店的经理，李经理啊。”老刘指着张秀芬和李建国：“这2位也是你们饭店的客人吗？”李经理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：“啊，对，他们定位置了。”那好，老刘说：“请你们把他们请出去。”李经理愣住了：“他们影响我吃饭的心情。”老刘从兜里掏出一张卡：“我是你们饭店的 VIP 年卡客户，1年在这儿消费几10万，你看着办。”李经理的脸色变了，他转过身对着张秀芬和李建国，笑容收了起来：“2位，不好意思，请你们离开。”张秀芬瞪大眼睛：“什么？我们是来吃饭的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”就是。李建国也急了：“我们是客人，你们饭店怎么做生意的？”李经理不为所动：“2位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今天的消费我全额退款，但请你们现在离开。”凭什么？张秀芬的声音尖得刺耳：“就因为他算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个穷鬼，1个月1200的退休金，你们饭店被他骗了。”李经理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老刘，老刘冷笑一声：“李经理，告诉他们我是谁。”李经理清了清嗓子：“这位刘总是我们饭店最大的企业客户之一，每月招待费都在5万以上。2位，请吧。”张秀芬的脸彻底白了。李建国拽着他的袖子，小声说：“走吧。”“我不走。”张秀芬甩开他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赵卫国，你行啊，学会找人演戏了。这些人是你花钱请的吧？你哪来的钱？你那1200够请几个？”老刘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小张他们也笑了。我看着张秀芬，忽然觉得她特别可笑。张秀芬，我说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现在月薪12000，刚刚拿了全市技能大赛第1名。这些人不是演员，是我同事。不可能！他尖叫：“你骗人！”李经理已经叫来了保安，2个保安走过来，站在张秀芬和李建国旁边。“2位，请。”张秀芬还想说什么，被李建国拽着往外走。他一边走一边回头，嘴里还在喊：“赵卫国，你等着，明天离婚，你别想跑。”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门外。老刘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赵师傅，没事吧？”我摇摇头：“那女的就是你老婆？”小张凑过来，一脸愤愤不平：“太过分了！刚才那些话是人说的吗？”“就是。”另一个工人接话：“赵师傅这么好的人，他凭什么？”我摆摆手：“行了，进去吃饭吧。”那顿饭吃得五味杂陈。老刘他们想让我高兴，一个劲的敬酒说笑，可我脑子里全是张秀芬那张扭曲的脸。38年就落这么个下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到了民政局，张秀芬早就在那儿等着了，旁边还跟着李建国。他看见我，冷笑一声，眼里头全是得意：“哟，你还真来了，我以为你不敢来呢。”我没说话，径直往里走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工作人员问了几个问题，看我们态度坚决，就没有多劝。签字的时候，张秀芬对我说：“房子是我的，存款我早转走了，1分没有。”我抬头看他，他笑得特别得意：“赵卫国，38年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，怎么样，后悔吧？”我低下头，继续签字。签完字，工作人员盖了章，递给我一张离婚证，红彤彤的，跟退休证差不多。刚走出民政局大门，一辆黑色大奔缓缓开过来，停在门口，车窗摇下来。老刘探出脑袋来：“赵师傅，办完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老刘下车，走到我面前，恭敬地说：“赵师傅，走吧，厂里等着给您庆祝呢。”张秀芬瞪大眼睛看着那辆大奔，再看老刘身上笔挺的西装，嘴唇哆嗦。李建国的脸那比昨天还难看。这车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这车肯定是租的。”老刘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：“租的啊？你要不要查车牌？这车我买了3年多了。”李建国不说话了。张秀芬突然冲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：“赵卫国，你可不能走！”我甩开他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你真的有月薪12000？”他声音都变了：“你真的拿了第1名？”我没搭理他，就要上车。老刘关上车门，绕到驾驶座，发动了车子。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张秀芬站在民政局门口，呆呆地盯着车子远去。李建国在旁边说着什么，他突然回头甩了李建国一个耳光。老刘笑了：“赵师傅，解气不？”
解气？我不知道，38年的夫妻，最后以这样的结尾结束，我心里也没多痛快，只觉得可笑。离婚后，老刘给我放了1个礼拜假，让我好好休息。我没休息，去了房产中介。这么多年，我奋斗的房子也被张秀芬拿走了。现在我又有钱了，老刘给的提成加上工资有20多万，我想给自己买一个窝。中介带我看了好几处，最后选中了一个小房子，50多平，一室一厅，够我一个人住。小区不大，很干净，楼下有超市，旁边有公园。签合同那天，老刘非要陪着我来。赵师傅，这房子是不是太小了？他看了看四周，要不咱们再看看大的？咱们厂里预支工资，你看中哪个跟我说？够了。我说我一个人要多大呀？老刘没有再劝。办完手续，拿着钥匙打开门，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，有点恍惚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是我一个人的，是我赵卫国的。小，但是是我的。老刘在身后说，赵师傅，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？干活呗。我说，你不是说了厂里接了几个大单子？老刘笑了，对，好几个都是冲您来的，还有那个省里的专家，回去就把咱们厂推荐给了好几个大客户，咱们厂的订单都排到明年了。接下来的1年，振兴机械厂像是坐了火箭一样，我带着小张他们几个年轻人，把那几台破车床挨个收拾了一遍，修的修，换的换，实在不行的，老刘咬着牙买了台2手的数控设备回来。设备是死的，人可是活的。我白天在车间干活，晚上给他们上课，能教的我都教。这些年轻人倒是很争气，小张半年就能独立上手干精密件，另外几个也进步飞快，订单是越来越多了。先是市里的，后来是省里的，那些以前瞧不上我们的大厂，竟然主动把一些难啃的骨头外包过来。老刘的嘴是咧到耳朵根了，见人就吹，看见没？这是我们赵师傅带出来的成绩。年底市机械行业协会评奖，振兴机械厂拿了年度最具成长性企业和技术创新奖2个奖杯。老刘捧着奖杯，眼眶都红了。赵师傅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没有您，就没有厂子的今天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行了，可别煽情了。”那天晚上庆功，老刘喝多了，他拉着我说胡话：“赵师傅，您可别走，我把厂子给您都行。”我把他扶回宿舍，回了我那个50平的小屋。窗外灯火通明，我站在窗前看着烟花炸开，心里却很平静。1年前，我被赶出家门，兜里不到20块钱。1年后，我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尊重我的同事，有了拿得出手的成绩，值了。那天，老刘一整天都愁眉苦脸的。我问他咋了，他摆摆手说没事儿。可到了下午，他就憋不住了，把我拉进办公室，还关上了门。赵师傅，有件事必须跟您说说呗。我看着他难为情的样子，更迷糊了。他搓着手，很是为难。上次技能大赛那个老专家，您还记得不？记得姓陈的那位专家吗？年纪不小了，就是他。对，陈老呀。老刘叹了口气，他今儿又打电话来了。怎么了？给咱们介绍订单呀。我还挺兴奋。老刘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他跟您说，他要把您挖走啊。我愣住。他说有个项目，国家级的，需要您这样的高手。老刘的声音很闷，他跟我说了一下，说什么为国争光，说什么急需人才。我真是……他说不下去了。我正要说话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。请进。门开了，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来，是那位陈老专家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精神抖擞，看见我眼睛就亮了。赵师傅，终于见到您了。我站起来，陈老先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不来不行啊。他笑着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这电话里可说不清楚，再加上您这位厂长太小气，我必须跟您当面谈。老刘站在旁边，脸都垮了。陈老先生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刘厂长，可千万别这副表情，我不是来跟您抢人的，我就是来借人的。借？老刘眼睛亮了。对，就是借。陈老先生在椅子上坐下。赵师傅，有个项目需要您出山，时间不长，3个月左右就完事儿，之后您还回这儿，我保证。什么项目啊？陈老先生看了看老刘，看了看我，压低声音：官方机密级别的，我不能多说，只能告诉您，这个项目关系到咱们官方的一项重大装备，卡脖子好几年了，就卡在一个精密部件上。他顿了顿，那个部件我们找了很多人都不行，后来有人给我看了您在技能大赛干的活，我就想也许你能行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系统又响了，检测到官方级重点项目需求，参与该项目将大幅提升声望值，获得特殊奖励，建议接受邀请。我抬起头，好，我去。陈老先生眼睛亮了，真的，真的。老刘在旁边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行吧，为官方做贡献。我拦着也太不像话了。正好，赵师傅您去，厂里的工资照开，给您留位置。陈老先生站起来，握住我的手，用力摇了摇。赵师傅，我替官方谢谢您。3天后，我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，被拉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。车开了将近8个小时，最后停在一个铁门前。铁门缓缓打开，里面是一栋不起眼的大楼，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树林。门口有军人站岗，检查了3遍证件，
才放行了。陈老先生在门口等我，亲自带我进去的。大楼里别有洞天，各种高精设备摆得满满当当的，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走来走去，我看得眼花缭乱。这些设备别说用，我见都没见过。陈老先生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，里面坐了很多，都是年轻的面孔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陈老先生拍了拍手，这位是赵卫国师傅，高级技工专家，特意来支援咱们项目的。几个年轻人都站起来，冲我点了点头，唯有一个一直没有动，坐在角落里，看起来30出头，戴了一副黑框眼镜，皮肤很白净，像是个专门做学问的。他看我的眼神是浓浓的怀疑。陈老，这位师傅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他开口了。学校？陈老愣了一下。赵师傅是工人出身，干这一行已经38年了。工人？那年轻人眉头皱起来。陈老，咱们这个项目是官方级别的机密，图纸都是最新的3维设计，普通人能看得懂吗？会议室里一下子有点尴尬。陈老的脸色很不好看。小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那年轻人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老师傅，您可别误会，我不是针对您，也不是看不起您，可咱们这个项目用的都是最新的数字化设计，图纸是3维建模。您那个年代学的是手绘图纸，真的能看懂吗？他继续说，我们这儿随便一个零件，公差都是微米级别的，材料是特种合金，加工工艺您没有见过，您38年的经验就算是再多，在这儿也用不上。陈老，这样说话，我摆摆手，小伙子，你说的对，这些新东西我确实没学过。他一听有点得意，可是我继续说，图纸是给人看的，零件是人干的，你让我试试，不行我再走呗。他愣了一下，还想说什么，陈老已经开口了，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赵师傅，先看看情况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那个年轻人撇了撇嘴，坐回角落。接下来1个礼拜，我一直都在看图纸，每天都看。3维建模确实让我有点头大，不过系统却帮了我很多。有了系统的辅助，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据在我脑海里变成了立体的形状，变成了切削的路径、装夹的方式。1个礼拜后，我找到陈老，这个零件我能干。我指着图纸上最难的那一个。陈老眼睛亮了，真的吗？赵师傅，真的。我需要一台设备，还有几个帮手。什么设备？5轴联动，精度要够。我想你们这儿应该有。陈老点点头，当天就给我安排了一台最新的5轴加工中心。设备到位那天，那个姓李的年轻人又来了，他站在旁边看我调试设备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。赵师傅，这设备您会用？这操作界面可是全英文的。我没搭理他，继续调试设备。连接成功，操作系统解析完成，操作界面已汉化，系统在我脑海里显灵。屏幕上那些英文在我这儿早已变成了中文。我按下启动键，设备开始运转。那个年轻人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接下来的3天，吃住我都在车间里。图纸上那个零件很难，非常难，好几个难点都集中在一块儿。我用系统模拟了10几遍，试切了3次，终于找到了最优的方案。第4天，第一个成品出来了。陈老亲自拿着3座标测量仪，一点点的量。量完，他抬起头，手都在抖。合格，全都合格，比图纸的要求还要高。他声音都有一些哽咽。会议室里那几个年轻人围过来，看着那个零件，又看看我，眼神都变了。那个姓李的年轻人站在人群后面，脸色铁青。陈老拉着我的手，激动的不行。赵师傅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零件我们折腾了半年，找了好几个专家都不行，您1个礼拜就干出来了。我想了一下，干活不看年纪嘛，是靠这儿。我指着自己的脑袋。那天晚上，那个姓李的年轻人找到我，他站在我面前，低着头，半天不说话。你有事儿吗？我问他。他抬起头，眼眶很红。赵师傅，我跟您道歉。我看着他那一天，我说的话不对。他捏紧了拳头。我学了10几年了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看不起工人，看不起您，是我错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行了，年轻人有傲气很正常，但你要记住，干活这事儿，学历是虚的，本事才是实的。他点点头，眼泪落下来。赵师傅，我以后想跟您学，我想让您当我的老师，行吗？我笑了，只要你想学，我就教。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项目圆满完成，那个卡了官方好几年的难题终于解决了。庆功会上，陈老非要我发言，我推辞不过，只好上去说了几句。下来的时候，李成就是非要认我当师傅的年轻人凑过来，非要请我吃饭。赵师傅，您这几天就要走了，我想请您吃顿饭，表达心意。我看着他诚恳的态度和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出了大门，他掏出手机打电话：爸，你在哪呢？过来接我一下，我要请赵师傅吃饭。对，就在门口。几分钟后，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，停在门口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人，没想到是李建国。这父子俩这么一看，还真有点像，可我从来没有往那儿想。李成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表情，兴高采烈地介绍：爸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赵师傅，我们项目的救星，技术大拿，我要跟他学手艺。李建国的脸变得煞白，像是见了鬼一样。你怎么是你？他张着嘴，
李成愣了，爸，你和赵师傅认识啊？我看着李建国，在想李建国会怎么解释。李建国的嘴唇哆嗦，浑身都在抖。我估计他在想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被他嘲笑的穷鬼，怎么变成了他儿子崇拜的对象？赵卫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嘴里挤出几个字，工作呗。我说。李成在旁边一头雾水，爸，你和赵师傅到底认不认识？我看着李建国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认识。你爸跟我的前妻关系很不错的。李成愣住了，他看着我，又看着我爸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变化。前妻？他瞪着李建国，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建国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拍了拍李成的肩膀，小李，吃饭改天吧，你们父子先聊。我想你爸肯定想和你聊聊他要和我前妻合葬的事。我转转身上了另一辆车，留下他们俩在那儿。后视镜里，我看到李成在质问李建国，李建国低着头，像孙子一样。回到市里，我先去了银行。儿子赵磊那边我转过去20万，闺女赵敏那边我也赚了20万。这钱是我这次做项目的奖金，一个人分了一份，剩下的我留着养老。转完账，我给他们各自发了一条信息，钱给你们的，收着，别问哪来的，爸现在又挣钱了。发完了，我又回到了50平的小屋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。手机响了，儿子先打来的，爸，他声音很着急，哪来这么多钱？您干什么了？怎么回事呀？工作挣的。工作？他更着急了，您去干什么工作了？工作能挣这么多，别是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吧？爸，我怎么记得你应该退休了？我笑了，你爸这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违法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技术顾问呗。我说，给人解决技术难题，拿提成的。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有，您跟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声音沉下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。我问他您住哪儿，他也不说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和你妈已经离婚了。什么？离了？快1年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，然后是儿媳妇在旁边问到底怎么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儿子的声音传来，爸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这1年怎么过的？你怎么不联系我？挺好的。我笑了，你爸爸我这么大人了，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而且大家都很尊重我，比在家强多了。爸，这也不行啊。好了，我打断他，钱你好好收着，别瞎花。爸没事儿，你们放心，等爸有了钱再打给你。挂断了儿子的电话，闺女又打过来，她没说话，就在电话里直哭，哭了好一会儿，哽咽着说，爸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一个人在外面多苦呀。苦什么苦？我笑着说，爸现在过得可好了。您住哪儿？我现在就过去。嘿呀，你着急什么？这大半夜的，周末过来吧。挂断电话，我躺在被窝里，心情还是挺好的。这儿女们惦记我，这就够了。周末，儿子闺女带着2家人都来了，他们站在我50平的小屋里，四处打量，眼眶红了。爸，你怎么能住在这儿？闺女的声音哽咽，不小了，我给他们倒水，我一个人还要住多大？儿子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铁青。爸，我妈，她找过你吗？没有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打电话给我了，我没说话。他说什么？他那儿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李建国？我心里一动，但是没有表现出来。李建国的儿子听说他爸和跟妈的事儿的时候，气得不行了，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说要是他爸敢娶我妈，就跟他断绝关系。李建国听他儿子的，把妈给甩了。儿子抽了抽嘴角，看他那样子也是挺无语的。闺女在旁边补充，妈现在一个人是挺惨的。他说李建国骗了他，说那个墓地的事儿就是他一厢情愿，人家根本没想过跟他要合葬。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爸，儿子看着我，妈想见见你，你不见他。他说他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。我放下茶杯。38年他不知道错。我退休金1200，他把我赶出门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错。跟李建国买墓地的时候，他不知道错。儿子不说话了，闺女低着头，眼泪下来了。好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现在很好，不用你们操心。送走他们，我一个人坐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夕阳，只觉得夕阳无限好。手机再次响了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我接起来。老赵，是张秀芬的声音，还带着哭腔。老赵，我想见见你，你有事儿吗？他突然哭起来。老赵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瞎了眼，我信了那个王八蛋，他现在不要我了，他儿子说不同意，他就把我甩了。老赵，我只有你了。我听着他的哭声，却心里一点波浪都没有。38年，他撕碎我退休金通知单的时候没有哭，骂我废物的时候没有哭，把我赶出门的时候没有哭，可他现在却哭了。老赵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他哭着说，房子是咱们的，我改，我什么都改，咱们复婚吧。张秀芬，我说。他止住哭声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我强调，咱们可以复婚呀。他着急了，老赵，咱们38年夫妻，你就一点情分都不念，咱们还有一双儿女呢。我摇了摇头，情分？你赶我出门那天想过情分吗？你和李建国买墓地那天
想过情分吗？你把我的退休金通知单撕碎的那一天，你想过情分吗？他不说话。张秀芬，我现在月薪很高，有房子，有工作，有人尊重我，我过得非常好。没有你，我过得更好。老赵，我挂断了电话，手机又响了，是闺女发来的信息，爸妈找你了。我回了一个，你答应他了。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最后回复没有。闺女秒回，爸，你做得对，我支持你。我笑了笑，放下手机，站起来走到窗前，叹了口气。这时候老刘给我打来电话，赵师傅，明天有大单子，您来把关。我回好的，关掉手机，看到窗外的烟花爆竹，我笑了。张秀芬，我得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赶出家门，不然我永远不会知道我赵卫国能活成这样。